好，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五城的 GT，我是老大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切片软体，那我们要用哪一个？ Prusa Slicer，我们不是都要介绍最好的吗？最好的切片软体应该是 Cura 吧？是吗？对啊，不过我们做 Prusa Slicer 是因为 Cura 已经有前辈在做中文化的频道了，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我们自己比较常用的，而且我们也是 Prusa 的爱用者。有很有名的老师，对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Prusa Slicer 里面的东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看到画面上，这就是我们打开 Prusa Slicer 之后的界面。没错，那打开这个界面之后，其实它跟一般的切图软体是一样的，它就会有个底板在这边，然后你要选择你的印表机，没错，然后选择你的线材，最后选择你的列印设置。那它跟其他软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它很简单，你看这个画面，只有3个选项让你调，就是你是进阶的人、简单还是专家。没错，那在这个地方，你如果不去细动它里面的设置的话，其实这样子已经可以让你列印的还不错了。这就是 Prusa Slicer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地方。它就是专门设计给 Prusa 本身使用。对，而且你看这个底板，它把那个字都放上去了，没错，其实很用心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其他的列印机，你也可以尝试把它汇进来。没错，例如我们就汇过 Stamp Maker A35，对，你看就可以把它汇进来。那这个底板是我们自己加的，有兴趣的人改天再教你怎么加。好，那接下来回到我们刚刚的，没错 ，MK3 我们最常用的系列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然后把线材选成今天要测试的 PLA Prusa PL， 找到在这里。好，那层高我们就选0.2 quality。OK， 好，那首先先汇入今天的测试档案。讲，它是一个很小的牌子，对，那基本上就是依车牌的概念做出来的一个小吊饰。对对对 ，NTU 1928的一个小吊饰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介绍 Prusa 的3项可能 Cura 里面没有的功能。好，第一项是什么？第一项的话就是它的分色列印非常的快速，所以我们先试一下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做分色列印。这基本上也是分层列印的一种方法。对，那在前面影片有讲过，一开始我们先按切片，这边好，切片切出来之后，如果你什么都不调，它就这样印嘛。对，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让最上面的字跟真正的车牌一样，在字的地方有不同颜色的话，我们要在旁边调整到你想要改变颜色的那个高度，比如这里然后按个加，有加号，就等于它会在这边帮你自动分层，有，这样我们就切好了，分色就分好了，然后要再切一次，切一次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分色分好了。对，所以之后的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对，然后重点是列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就会停下来，然后告诉你说换料咯，换完料继续印就可以了，所以其实非常快，很方便嘛。它会在这一层跑一个叫 M600的那个 G code， 然后专门就是用来为 Prusa 在分层分色的时候做的这个转换嘛。没错。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要做的就是透视，就是它的叫做修饰网格，然后这个做法就它会比较复杂一点点，但是也很简单。首先就是你要先新增一个模块，例如我们先点着它，然后在旁边添加部件，添加修饰器，添加修饰器，盒子，OK，然后先让它移到中间。好，那我们先把它移走。好方便啊。好，好，那因为这一块的高度，我们在刚分色的地方是在1.2的地方做分色，这里大概1.2，对，我们是从1.2的地方切的，对。但是因为一层是0.2，所以他们在1.2印的那一个颜色应该是从红色的，对对对，那这一层是1.0到1.2的那个高度，所以我们要在1.0的地方做修饰，修饰，所以对对调整一下，把这个方框先画大一点，
只要盖过去就好了。好，先盖过去，然后再把它弄得薄一点。然后高度调1.0，对，就让它贴入在板上。哦，这样就完全盖住了嘛。看下面其实是整个贴到的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按切片，你就会发现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对，跟刚刚一模一样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这个，是要先按在盒子上面，在这个盒子上按右键，然后层域轮廓，层盒轮廓。对。那这个修改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被绿色这个罩住的地方，它的层跟轮廓稍作调整。对，就是有重叠的地方才会被晃到。那因为我们想要做透视的效果，所以就把顶层跟底层都把它写归成0。对。那为了让它强壮一点，我们的轮廓改成5层好了。好，5层。好。然后切片看看。这时候切片一切，我就看到哦，已经做好透视的效果。但这个透视其实很难看，而且会发现它很多地方它其实是没有叠在一起的，就是有点悬空列印，这样其实是不行的。这一层的含义，刚刚的操作的含义就是我们把最下面0到1.0的位置的地方，全部都是用填充去填，都用成没有底层也没有顶层的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最好就是再回去一下，然后改一下我们的设置。对，再点刚刚的这个盒子，右键点冲。对。那我们这一次形状修改成一个很帅的图案，用这个它怎么念 Hilbert Curve， 就是这个。好，就是。然后密度来个50%好了。因为50%。好，这次再试试看到底会长什么样。哦，这其实就还不错了。哦。那我们已经分完层，而且已经做好透视了嘛。这时候我要介绍它的第3个功能，叫调整层高。其实这样就不错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调整层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虽然可能不是很明显，但还是教大家一下。调整层高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在一个列印件里面，你可以同时有不同的层高。譬如说，你想要假设你列印件的物件我们现在是0.2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物体在不同的地方，假设0.2、0.2，变成0.1、0.1哦。对，可以让它每一层之间的高度是不一样的。那就是在层与层的堆叠这个地方，这里按下去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在你对应的高度的地方，然后按下去之后可以让它的层变得比较细。那这个要调吗？这个的话我是没有调这边，因为我觉得你直接调这边比较快。好，就你直接选择到你要的层高之后，你按下去，假设最上面，对，就直接按左键就好。那它自己去帮你调整，然后会平滑的过渡，不会是0.2层直接跳0.05，它会平滑慢慢的过渡过去。就有点像刷在刷的这种感觉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让你的最上层，或是你需要保留细节的地方，让那几个地方它的层是比较细的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切片看看。对。那这样的确会让你的列印时间增加，但是可以让你有更多的选择性。所以刚刚一层0.2嘛，最下面看0.2、0.4、0.6，然后开始慢慢有0.59、0.76，我们开始变了，越来越薄，然后再慢慢上去。这里的话0.07，对吧？现在是0.07层嘛，所以这边都0.07了。对，它其实是会变化的。它就从对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就是，当你今天有局部细节想要印的比较细，或是你觉得那边很容易出事，想要做调整，其实是比较好的。这个就是 Q 老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做到的，或者是要做到会比较困难。那因为 Prusa 在这个地方 ，Prusa Slicer 在这个地方优化做的还不错，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这些功能的话，都会在这边先切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切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拿来用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。那如果在这边我们要这边调整层跟轮廓，是不是也可以？这个是调整层跟轮廓，它那个是层与层高，不太一样，好像不一样。哦，所以它们其实是不一样的功能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最后面如果我们照今天的这个方法切出来的东西，它就会长这个样子。对，就是最下面是0.2的层高，然后往上它会越来越细致，越来越细致。然后透过刚刚那个的方式，我们可以让下面有一种透视渐层的感觉。没错，然后最后面上面的话，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换色列印的这个效果。没错。好，所以这是使用 Prusa Slicer 可以很轻松就达到的这个有一些流程步骤，对，3种一个特殊方法，对，教给大家，对，跟大家分享。
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，但是就是之前我先把这个印拿出来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使用2种不同方法印出来的结果。可以看到右边那个就是单纯的嘛，我们印完之后就是分层列印，然后做出来的效果。那左边的话就是跟刚刚的那个方法一样，由下往上不同的层高，然后还调整不同的颜色，最后还有一种透视效果做出来的效果。基本上看起来还是蛮有搞头的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其实蛮漂亮的，有种科技感。对，这样有一种微微透视的效果。它可能很适合做在手机壳吧，或者有一些特殊想要调整的东西方面。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人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分享我们的频道给所有喜欢3D 电影的朋友。没错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